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诸神岛纷争这个活动要怎么玩呢？有什么规则之类的呢？其实我没有去读，我是直接开始玩这个活动了。那我比较建议各位就是带一些能够回血的统帅，像我就携带了我的江汉赞还有阿卡琉斯，最好穿上你们最好的装备或者是最好的军器，然后去打这个诸神岛战争。然后尽量选择一些敌人他的等级比较低或者是比较弱的会比较好一点，像我就选择这个低等级的。为什么要去打那个野蛮人呢？它是可以帮你增加积分，并且你的入侵时间会增加，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偶尔打了一下敌人之后再去打一下野蛮人，这样子会比较好，巡回的一直去打可以延长你这个时间。但它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打中间这个雕像，这个我们叫神像，打完之后可以拿到分数，然后入侵的时间也会增加。那么旁边这边是有一个隐藏的技能啊，你们可以理解为像埃及之战的那个隐藏技能轨道。那如果你被敌人发现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技能然后逃掉，对方就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他可能会在原地等待，又或者是去其他地方，所以这个各位可以善用一下啦，这个技能。像如果敌人来打你的时候，你逃跑，你按了这个技能之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回去打他，又或者是你去其他地方，比方说去另外一个神像打也是可以的。其实像我的话，我会选择跟他面对面应战啦，因为其实这个人他的能力比我差我打过他了，这个不是第一次打他了，上一次也是遇到同一个玩家。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换别的目标打啦，因为通常你跟对方打的时候会让你的兵力减少蛮多的，虽然你是有一个回血的技能啦，但是你的这个时间也会浪费掉，因为你是跟他打嘛，你在跟他打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就是跑去其他地方打其他的守卫巡卫，所以就会浪费你一些时间啦。所以如果允许的情况下呢，就是不要理他，去其他地方用这个隐藏的技能跑掉。又或者是如果你们的队伍是真的很强呢，其实像旁边这些全部都是 C 等级 D 等级的队伍，你可以直接不用理他们，直接打这个神像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我要先打这些队伍呢？是因为如果这些队伍你不打掉，你直接打神像的话，这些其他的队伍就会直接来围攻你这个部队，你这个统帅，这样子你就很容易死掉。那死掉之后呢，其实是会复活的，只要你这个时间倒数没有结束。你看他又是这样子，打一下就跑掉了他刚刚也是跟我打了一下就跑掉，他可能不知道可以回血吧，就是可以复活之类的，所以我就不要理他，我就继续完成我的任务，把这些守卫全部都打掉先。也有可能他现在在回血，你可以看到他的血量有在提升了，然后等他满血之后应该会来打我之类的，不要理他先了。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就是一边回血一边跟他对战也是可以的。像如果你们能力比较强的玩家呢，也可以选择就是快速的去解决这些怪啦，就是你可以一边打左边的一边打右边的，让两边同时来打你，这样子你的速度会快一点了。如果你是一个一个打的话，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啦，所以尽量带一些强一点的统帅，还记得自己要回血啊，然后避开这些敌人啊。这个家伙是真的很烦啊，他又回血了。那我的做法就只能选择一边攻击神像一边攻击他了，不然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打这个神像什么之类的。这里他应该是呼唤他的队友来帮忙了，又来多一个玩家来搞事情啊！我可以这样子回血吗？试试看吧，我没有试过一边打一边回血，应该是不能的吧？诶，可以哦，我看到我的血量有在提升了，所以是可以一边回血一边打架的，这样就不要先理他先了。等我差不多要残血的时候，我再用这个隐形的技能跑开去回血，然后再回来打什么之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叫你们带一些可以回血的统帅原因啊。虽然这边是有一些回血的技能啊，有隐藏的技能可以让你去躲开是怎样啊，但是如果你带回血的统帅呢，一方面就是你自己打的时候可以自己回血嘛，也不需要一直依赖这个技能，因为万一这个技能还在冷却状态啊，又或者是敌人太多，你没有办法来得及点回血的时候，你的回血统帅就发挥很大的作用。
那么像我现在入侵的时间都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了，哎，都是这些家伙搞出来的，所以现在我要去打一些野蛮人之类的，帮我回一下那个时间了，不然我入侵的时间不够，我被他们搞啊。OK， 我感觉我自己实在不行了，我只能用隐身逃掉了，因为他这个真的太烦了，一直追着我来砍了。我先去其他地方，先稍微回个血，然后顺便打一下这些野蛮人之类的，然后回血一下，顺便也是完成一下这个任务啊，要打10个。那我个人评价一下这个活动吧，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啦，没有到很无聊啦，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说这个活动应该就是PVE 啦，就是跟电脑的，而不是 PVP 的。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些玩家在防守啊，就是跟你一起打架互动什么之类的，这样其实严格下来也是算蛮好玩的。玩家的实力强一点呢，你在这个活动中就会玩得比较开心一点呢，就是可以碾压你的敌人。像我刚刚就是跟那个 B 等级的敌人对打嘛，他就打不过我这样子，这样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有一种吊打小玩家的感觉。但是我这一次入侵只是打掉一个神像而已啊，因为有2个家伙在那边一直干扰我嘛，所以这一次我没有打到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关于入侵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啊。还有另外一个是防守的，这个也是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是我入侵最后的分数，但是不是我最高分啊，因为在这一次录影之前呢，我玩过一次了，所以才可以跟大家解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防守，你选择自己的领地，然后进去里面防守也是一样，选择你自己最强的队伍啦，然后就可以选择进入。进入之后呢，这里你就要观察了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像你现在他会随之传送去其他地方嘛。那你就注意看你自己的部队有没有减少，像这边部队已经减少了，所以有很大可能敌人会在这个方向。然后你去看其他地方，神像是已经不见的话，就代表说它已经是摧毁了你这边的神像，也有可能它还躲在附近，所以这边要稍微确认一下，也有可能它不是在这个地图的位置。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右下角它这里有一个箭头，有写成西岸、东岸还有南岸，那你去看一下其他的地方，这里有没有发生战斗，有没有一个战斗的标志。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说敌人可能不在这边，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之类的。像这边就已经被摧毁了，有很大可能敌人还在这里。可以看到它那个倒数时间其实不是很久，那我们先传送来这边，有可能敌人已经在这边打着了，看到吗？你可以发现到敌人就在这里，这个时候你就要过来马上阻止他，不要让他打掉我们的神像，去打掉他。这个玩家等级好像并不是很高啊，才C等级吧，C等级就这么猖狂来打我的领土。这样这里就要看这个玩家会不会玩这个活动了。如果他会玩的话，可能他就会隐藏自己的部队，在被我打死之前，或者是回血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保护咯，你就是一直要到处去巡查哪一个地方要被摧毁了，像这样子就没有事情了。然后你要等待你其他的队友就是回血成功，因为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倒数时间嘛，你可以缩小看看，这边4分钟、2分钟、2分钟、4分钟，所以就是还有一点时间，然后继续观察一下哦，像这边就已经开始打起来了。那你可以选择传送的，其实是比较快一点啦。如果你按传送的话，你就不需要走过来了，像我这边走过来直接打掉他。看来这个玩家就是毫不在乎，觉得说啊，没有人看着他有没有在打这个神像呢，然后其他这些守卫全部都是垃圾来的。像这边就是我的小号就是垃圾来的，所以他就不在乎，就选择直接打。像我现在就过来拦截他了，可以善用传送的那个方式啦，你们要学会怎么去玩。像那个垃圾就死定了。但他这边的思路其实也很明显啦，就是想要用这秦始皇这个 AOE 的机制去打掉旁边的部队嘛。如果他的队伍不算太弱的情况下啦，像我这边可以追击他，要善用你们的技能。像你是守卫的话，其实你是那个加速的按钮，并不是隐藏的按钮。敌人的话就是隐藏的按钮，像他就跑不动了，就肯定被我追着打。况且我还是骑兵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个技能，你看他已经跑不动了，他被我音控了。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活动不算不好玩啦，其实是蛮好玩的。如果你有时间去玩的话啦，那假如说你时间不够，就会觉得这个游戏这个活动会比较繁琐一点啦。我是觉得有新的玩法算是不错的啦。
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啦，就是通常如果你这边的守卫被打了之后，是不是刚刚被打了，你们可以注意看那个倒数时间，通常你看到9分钟左右都是刚刚被打的，因为它回血的时间好像差不多是10分钟吧，那你们可以注意看哦。像这些就没有事情没有掉的就不用理它。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战斗标志按钮，这个家伙又回来了，那我就选择传送，也是一样的操作而已。如果你是做那个防守的话，然后你们负责守卫的话，就是一直切换地图去看一下哪里有被打。如果你的王国不太活跃的话，你可能就会像我这样子，只能自己去守卫而已啊。最好是找多几个朋友一起来玩啊，不然自己守着的话是挺累的。守卫的话时间其实会比较长一点啊，如果是入侵的话时间会比较短。像刚刚那个家伙他一直进来，然后又被我追着打，他都根本拿不到这个神像的分数，这样其实他是挺亏的。遇到的敌人基本上都是 S 等级的话，防守跟进攻会比较困难一点啊。所以我今天演示给大家看的这个版本呢，算是简单模式啦。如果是先锋等级的话，可能这些守卫全部都是 S 等级的，然后你们的敌人呢，可能入侵也是会 S 等级，并且会组队入侵。像我们这种不活跃的王国，一般就只是看到1-2个玩家可能在打而已，毕竟也没有时间嘛，玩家也不是很多。这样你们如果是组队入侵的话，就自己小心啊。可能组队入侵不一定可以打下那个神像啊，也有可能组队入侵的话会比较强一点，比较凶悍一点，做防守的话也会比较困难一点。当你们完成了之后呢，就可以拿到这些奖励了。那你入侵的次数呢是有上限的，那么防守的次数呢其实是没有上限，但是它有一个冷却时间，你们看到这边的倒数吗？可是这个活动开放的时间呢好像就只有1个小时而已，也就相当于你也只能防守2次而已。现在是休息阶段了，所以应该是不能打，要等之后开战的时候又可以再打了。所以如果你一直重复的去打这个活动的话，严格来讲是可以清空这边的商店的啦，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领取奖励，然后你也可以根据这边的要求呢，就是做一些防守啊或者是占领的动作啊，然后拿到这些积分啊奖励之类的，你就可以去商店那边兑换。这边主要兑换的东西呢就是这个金头吧。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对于这个活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